执事大人，有事吗？你就是武媚娘？奴婢武媚娘见过执事大人。武媚娘，你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媚娘现在大唐禁宫之内。你还知道在禁宫之内？既在禁宫之内，你可知道禁宫的规矩？媚娘此生已两入禁宫，知道规矩。这么说，你无犯宫规？媚娘自重入禁宫，朝检夕查，谨言慎行，口未多半句，足不出二门，只知侍奉圣宫，不敢有丝毫倦怠。执事大人这么问媚娘，想必媚娘有不到之处，请执事大人明言。这么说，你无错处可言了？媚娘实在不知，请执事大人指教。今天本官对你有三问。我问你，你既侍奉过两朝圣上，应该知道尊卑有序吧？媚娘知道。那你在这禁宫之中，应该遵从何等礼仪呀？说话呀！本官问你话呢。宫中礼仪自先帝朝时就由文德皇后娘娘述定，但媚娘自重回禁宫，至今尚无封号，故而尚不知该遵从何等序列之礼为宜。不知遵从何序，是不是说你可以有序不遵呢？媚娘不敢。没有封号，那你就是个婢女。既然是婢女，你就要按婢女之序行婢女之礼，这还用人教你吗？我再问你，是谁把你从感业寺接回来的？是当今圣上和皇后娘娘。那你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吗？媚娘每日侍奉圣宫，尽心竭力。那皇后娘娘呢？媚娘从心底感激皇后娘娘的再造之恩。感激皇后娘娘？我看你不过嘴上说说罢了，全是口是心非。执事大人言重了，媚娘绝不是口是心非之人。那好，这第三问，武媚娘，你既无封号，只是婢女之身，那每日宫中婢女与清晨之时，全部要到皇后娘娘宫门首跪叩问安，你去过几回呀？你还敢说你无犯宫规吗？皇后娘娘亲自恳请圣上接你回宫，你不思报恩，反而无视宫规，目无皇后娘娘，你现在知罪了吗？媚娘知罪。皇后娘娘口谕，武媚娘听宣。武媚娘听旨。有先帝宫人武媚娘者，本为空门凡尼，以绝红尘，而皇天至情，厚土施人，使武媚娘得获重生。但其人气小易盈，蒙恩于前，负义于后，恃宠骄主，谗惑圣公。若不责其过，则无以彰德；若不斥其卑，则无以洁心。今一遇武媚娘，严守宫规，朝叩夕省，出则洒扫宫阶，入则闭门思过，每日3遍，不得有误。你听见了吗？武媚娘遵旨，谢恩。二位公主走好。哭什么哭？
死吗？谁伺候本公主上路？陛下，事已至此，别难过了，圣功要紧。朕就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啊！他们都是朕的亲戚，为何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弑君篡位，自古有之。陛下有先帝的在天之灵庇佑，再难的事也自会过去。他们这是何必呢？他们想做皇上，朕让给他们做就是了。陛下不可如此轻言呐！先帝说过：“城池败粟者，国基也；失义得难者，天位也。”这个天子之位是先帝传给陛下的，陛下如何能让给别人？这眼看着这些宗亲，为了争一个位子，个个身首异处，这心里头难受啊！陛下的慈悲心肠，不可用在这些人身上，只怕是陛下容得下他们，他们却容不得陛下。若不是及早发现端倪，他们就对陛下下手了。现在逆乱已平，贼臣已诛，陛下就不要再想这件事了。来，媚娘侍奉陛下安寝。你们就不能让朕安静安静吗？陛下，事关社稷，臣请陛下做出决断，诛吴王克以警示天下。诛吴王克，克虽与房遗爱有关联，绝非首恶。况且他是朕的兄长，现在房遗爱谋逆，尽诛之就是了，何必还要殃及朕的兄长呢？正是陛下所说的这些理由，老臣以为非诛不可。非诛不可。陛下，先帝以为吴王克与他最相像。贞观17年，废太子承乾谋反遭诛之后，究竟立谁为新太子？朝堂之上众说纷纭。陛下，废太子承乾谋反之事，已由长孙无忌和褚遂良2位大人主持审理完毕，但大唐社稷日久天长，立储之事迫在眉睫，还请陛下亲自定夺此事。朕也正想听听你们的。有人说应立4皇子魏王李泰，有人说应立9皇子晋王李治，还有人说应立3皇子吴王李克。你们说说看，立谁为好啊？陛下，老臣曾启奏过陛下，众臣皆以为在众皇子中，唯9皇子晋王李治，自幼得文德皇后亲自教诲，为人宽厚忠信，在众皇子中最为贤德。若立晋王为储君，上能告慰文德皇后在天之灵，下能安天下百姓期盼之心，中间能让百官心悦诚服。还请陛下早早定夺。臣附议。魏王泰自幼好文，有扩地质问世，对朕也是功效有加。吴王克英气豪发，行止颇似朕年轻时候。晋王志，如众卿所言，世人皆曰贤。可3人之中，只能立1人为东宫之主，朕也为难呐。陛下，臣以为君之楚2，
应为天下臣民之楷模。若为常人，有小瑕而不掩其余，仍可作人中之节。然而做储君则不同，其德行举止，皆为天下臣民所瞩目，务求十全十美者才是。由此论之，陛下所言3位皇子，其高下优劣，不言自明。爱卿是如何将这3人分出高下优劣来的？爱卿不妨直言。陛下，立储之事，乃全天下之大计。若于朝堂之上既不可直言，将来何以昭告天下？但说无妨。恕老臣斗胆直言，吴王克英武倜傥，庶得陛下称赞。但其人好结党用事，亲仇分明。若立克为储君，天下贤臣自请其退者，必过其半。朝堂之上，文武征臣，武无骁将。若如此，为政者势必不能久长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李世民告罪于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前，痛责己过，为我大唐江山计，不孝子孙李世民当自警自责。现以立9皇子制为东宫之主，以保大唐社稷，日后无虞。先帝曾一度想立吴王克为太子，是老臣等一干人力劝先帝，才立圣上您为储君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太子有失阵亡，若是来得及，不如更立吴王克。陛下，臣以为太子既立，绝不可更换。爱卿执意不立吴王克，是不是因为吴王克不是爱卿的亲外甥啊？陛下如此说老臣，实在令老臣痛心疾首啊！老臣心中实为天下计，不敢藏匿丝毫私情。臣以为，一来您是开国之君，英武一世，乾纲独断；而太子天性宽仁厚道，他是在传承大业，习政守成。所以太子不累陛下之英武决断，正可使朝堂之上恩威并举，张弛相济呀。二来，储君之事关系重大，切不可反反复复。若天下臣民望之不却，何以安身立命啊？望陛下深思。那时候，吴王克就已经心怀愤懑之情了。只是慑于先帝之威，才未敢造次。现在先帝并天才几年呢，他们就谋逆造反了。对这样的人，陛下要是还是心慈手软，那就无异于放虎归山，纵龙入海，迟早还会成为陛下您的心头之患，成为我大唐的心头之患呐。可是朕听说吴王克和房遗爱不过是有些酒席交往而已，高阳拉他去共谋，他也并未应承，根本说不上是谋逆之事啊。陛下，他们欲行谋反之事，为何不找别人，偏偏要找李克？这就足以说明，只有吴王李克才可使这行篡之事成功啊！陛下，现在他们事已败露，自然要留存死党，以图日后东山再起。陛下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，请陛下决断。不必对朕说了，此事不妥，容朕再想想。老臣知道，陛下心里在念手足之情，可在吴王克眼里，他对陛下未必会念及手足啊。
你非逼着朕现在就答复你吗？依老臣之见，陛下就不必再为这些事劳神了，就把诸逆之事全交给老臣办理吧。交给你？老臣愿为陛下担当一切，请陛下恩准。舅父，不要逼朕太甚呐！陛下，现在他们是自投罗网，谋反之事有如飞蛾扑火。但陛下若是除恶不尽，让他们缓神蓄力，他年再反，恐怕陛下也无力回天了。朕对吴王克念手足之情，朕想吴王克对朕亦是如此。那老臣这些人呢？就算吴王克对陛下念手足之情，那他对老臣等人可是怀切骨之恨呐！一旦到了那一天，臣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陛下，再请陛下恩准老臣所请。准。长孙无忌，你听着，以窃弄威权，构害忠良，天理难容。李克死不足惜，但宗室有灵，你当灭族不久了。长孙无忌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当灭族不久了。长孙无忌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当灭族不久了。想不到朕的皇兄也成了刀下鬼，这样杀来杀去的，杀到何年才是个头啊！陛下胸怀仁爱之心，天日可见。陛下若觉得吴王克不该死，那就等到有朝一日后赐他的子孙就是了。后赐子孙有何用啊？能换来朕的皇兄不死吗？陛下，凡事都应思虑久远才是。高阳急诛驸马谋反，利及吴王克。虽说他罪不及其他人之重，但此人亦是陛下身后之隐患呐。此话怎讲？今日防薛柴反，推出的宗亲是荆王李元景。若日后再有什么别的人谋反，抬出的是吴王克，那时陛下又该如何呢？人君失德于天下，那是因为身在君位。若君位不保，又何谈失德于天下呢？难道有吴王克在，朕就君位不保吗？陛下不必再为此事烦恼了。在位为君者，失德于众，方可安民心；铁腕于臣，方可安朝堂啊！媚娘不该多言，请陛下恕罪。不，你说的有些道理，说下去。媚娘，何时令你如此惊慌？请陛下恕媚娘惊扰之罪，媚娘要到皇后娘娘门首行叩问之礼。陛下再睡一会儿。你身子不便，还行什么叩问之礼啊？免了。陛下，宫闱礼数是当年文德皇后娘娘亲自述定的后宫规范，媚娘不敢僭越，请陛下恕媚娘失陪之过，媚娘去就回。
诸位爱卿，朕继位伊始，即昭告天下，要以先帝为治国之范。现在高防逆乱已平，正可借此之机推行养民新政。朕已将推行新政之条律悉发诸位爱卿，想必诸位爱卿已悉知朕意。今日朝堂，众爱卿可对新政之策广开言路，尽可知无不言。难道朕给众爱卿的条律没有到你们手里吗？这样看来，众爱卿对朕行新政之策颇有微词了。陛下，新政条律，臣等皆已悉知，只是什么？只是长孙大人抱病在府，这些要政还需长孙大人在朝才好议定，故微臣请陛下稍缓几日，待长孙大人病愈之后，再朝议不迟。朕与尔等在朝议过，立即差人告知于长孙大人，不是也可以吗？长孙大人德高望重，昔日先帝朝议，诸事皆从其意。先帝辞世，又将朝政托付于长孙大人，我等微臣皆紧步长孙大人之后尘而已，谁也不敢妄言朝政，请陛下再宽厚几日。朕现在端坐朝堂，难道也不可以议事吗？这诸位爱卿，朕准尔等皆可知无不言。陛下，郝大人所言，乃是臣等所想，就请陛下再宽厚数日吧。徐爱卿，臣在。你呢？也是要等长孙大人在朝时才有话说吗？陛下，若是臣等分内之事，臣等定会知无不言。但陛下要臣等说的是新政条律，臣等皆不熟悉。长孙大人位在朝首，对新政之行必有其高人之见。若微臣言语有不当之处，反而会在朝堂之上争执不休，与陛下新政之行亦无益处。既然豪楚两位大人说，请陛下宽厚几日，那还是等长孙大人上朝时再议吧。何事又让陛下心烦了？今日朝堂之上，郝爱卿抬出长孙大人，让朕为难，朕想不通啊。陛下，先帝朝时，长孙大人处处揣摩圣意，深受先帝倚重。朝堂重臣不是他的学生，就是靠他拔擢而身居显位。长孙大人于朝堂之上一言九鼎，就是顺理成章之事。难道说没有长孙大人朝议则不可？有没有这个皇帝倒是无所谓了。陛下，
自先帝朝以来，众臣皆出自关陇之属，盘根错节，举手连襟。先帝已知，众老臣亦复之。如此君臣，将我大唐从一乱世打造为一清平世界。那时，这些老臣都是先帝行新政之肱骨，其功不容隐没。但陛下继位为君之后，这些老臣仍沿袭先朝之所为，并自恃受托辅政，自然与陛下的新政格格不入。陛下若要行新政，则必一改朝堂臣属之列，以体怀陛下深意者，为朝首之臣。媚娘深知朕心呐，可能够深知朕意者，又能有几人呢？比如李基大人。侄儿，朕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有些话朕要交代于你。父皇，您是千金之身，何出此言呢？死生有命，朕虽贵为帝王，也奈何不得天命。你不必用话来宽慰朕，好好听着就是了。是，儿臣细听父皇教诲。你说说看，要是现在让你做了皇帝，你身边打算用谁呀？依儿臣之见，父皇身边的重臣，儿臣都可以重。长孙国舅、褚遂良大人、李世基大人。做皇帝，不光要懂得治国之理，还要懂得驭臣之术。用人用对了，事半功倍呀。儿臣记住了。朕要跟你说的话还没说呢。长孙无忌忠心于我，又是你的舅父，有亲情而无隔阂。褚遂良名望才高，对朕唯命是听，对你也格外看重。这两个人朕不担心，可是做天下光有文臣不行，必须有武将为你撑腰，天下才能做得稳当。不是有李世基吗？儿臣记得父皇说过，一个英国公抵得上100万雄兵。朕担心的就是李世基。他跟朕几十年，朕对他崇德于先，施恩于后。他呢，为朕打天下，平外患，出生入死，同心同德。他是朕的一把利刃。这个人要是用好了，将来会成为你的镇朝之宝。儿臣记住了，请父皇放心。朕不放心的不是你，李世基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可是你对他无恩无德，他就不会为你肝脑涂地。你想过没有？儿臣没想过。朕已经替你想好了，明天朕就下诏将他外放叠州，令他即刻动身。外放英国公，儿臣不明白。朕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。朝内拜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为辅政之臣，却将他降至外放，他心里就会怨朕，可他嘴上不会说出来。朕死后，你再择时将他召回，拜他为仆射，位在朝所之首。如此，你在他的心里就实现了知遇之恩，他就会报答你。这样一来，这个镇朝之宝就属于你了。儿臣谢父皇为儿臣深谋远虑。李基大人却是一直追随于朕，可是他身负戍边之重，鞭长莫及呀。那就将李基将军召回朝堂，另择人选戍边。朕这就拟诏，召李基回朝。还有，只要能于朝堂之上与陛下主张一致者，
无论其地位是否微下，也无论其是否曾为先帝所倚重，都可作为陛下之朝堂肱骨。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呐，看来不得不如此啊。只要能使陛下的新政得以实施，国得以强盛，民得以安居，那陛下就是千古明君，不是几句威严可以褒贬的。媚娘一介女流，倒是能说出这番话来。朕若畏首畏尾，莫说是令天下人，就是媚娘也会失望一阵。朕这就拟诏，来一个乾纲独断。卓著，忠心耿耿。朕念其年事渐高，不忍其再冒边陲蜀寒，诏令回京，擢封太尉，位在朝左之首。钦此。臣李基深谢陛下隆恩。太尉速速平身，朕还有话说。前时朕嘱咐诸位爱卿，对朕所提新政之策知无不言，但诸位爱卿竟以长孙大人抱病免朝为由，不予廷议。朕要诸位爱卿议的，是我大唐治国之大计，刻不容缓。现在尔等悉听朕之口谕，朕给诸位爱卿3天时间，若3日之后仍无所议，依朕看，诸位爱卿就不必再于朝堂之上见朕了。诸位爱卿听清楚了吗？陛下，老臣刚刚自边关回朝，诸事尚不清楚。既然陛下要臣等参与廷议的是些新政之大事，老臣以为陛下乾纲独断，降旨颁行即可。众臣议于不议的，并无大碍。不然，先帝有言，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朕要做先帝那样的明君，自然要问得失于众爱卿。朝上若能众口一词，施政方可畅通无阻啊！既然陛下有旨，参与朝政乃我等分内之事，老臣回去立即研读，之后立即回禀陛下。臣等遵旨。臣等遵旨。众爱卿能与朕分忧，朕心甚慰。另外，前些时候，朕想封媚娘为昭仪，廷议不一。这件事现在可行不可行啊？陛下，此事臣等已回复过陛下，并且长孙大人也曾直言于陛下。以微臣之见，还是等长孙大人拿个主意，臣等复议就是了。你们是要将老夫置于火上啊？长孙大人，我等哪有此意呀？大人，依下官所见，圣上欲行新政，以及要封昭仪这些事儿，都只不过是些说辞，目的怕是只有一个。你们是要将老夫置于火上啊？长孙大人，我等哪有此意呀？大人，依下官所见，圣上欲行新政，以及要封昭仪这些事儿，都只不过是些说辞，目的怕是只有一个，就是圣上要开始做乾纲独断之君了。
我想圣上意于乾纲独断，但不至于拿老夫开刀吧？长孙大人身为朝首，又是圣上的舅父，圣上当然不会轻易拿长孙大人开刀的。可我等这些顾命辅政之臣，若不在此新旧交替之际站稳朝堂，日后怕是没有我等定夺朝事之权了。长孙大人要是向后退半步，我等既无立锥之地呀。长孙大人，楚大人之言，还请长孙大人思虑再三才是啊。册立太子之前，老夫已答应过圣上，只要立了太子，日后老夫说服同属，择日册立昭仪。一个小小昭仪，封就封了，亮太奈何不了大唐朝廷。不然，下官看武媚娘不那么简单。先帝让她侍奉了10几年，身边的侍女如风吹落叶，隔日即新，而武媚娘却一枝独秀，不离圣宫。这说明她必有过人之处。先帝过世，武媚娘本已出家为尼，但却能在2年之内一波天心，重返进宫，此人切不可小视。有道是：针孔可露如斗之锋，以血可窥千里之地。长孙大人，不可大意呀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那不过是圣上情爱所需。楚大人多虑了。不如这样，封就让圣上去封好了。我等做臣子的，无论如何得给圣上这个脸面。日后寻个事由再把他给废了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有理。堂堂吴王殿下，我等亦能定其生死，何况一个小小昭仪？这件事上，我们全圣上一个脸面。至于先帝交给我等的大唐朝廷，不是谁想左右就能左右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萧妃又来了，何事啊？妾身向娘娘姐姐认罪服输。本后从未与你争斗，你此话从何而来呀？今日朝堂之上，圣上要立武媚娘为昭仪，这事儿娘娘会不知道？他立他的昭仪与你何干？你跑到这儿来认什么罪，服什么书？只有妾身和娘娘姐姐尽弃贤贤，携手无间，方可保住后宫安稳。所以，妾身请娘娘原谅妾身原来对娘娘的不敬之处。你我姐妹形同一人，定要将武媚娘赶出宫去。立昭仪之事，至今仍然未成定局。妹妹的担心太早了吧？妾身曾提醒过皇后娘娘，娘娘却不以为意。真到武媚娘清理宫闱之时，你我再做什么也都晚了。你上次跟本后说过武媚娘的事情以后，本后曾教训过她。这些时日，武媚娘循规蹈矩，每日叩安，看不出有什么不敬之事。你还要本后做什么？趁她还未得风，尽快将她赶出宫去，铲除后患。武媚娘现在正怀着圣上的骨血，这时候无故将她逐出宫去，直接得罪的就是圣上。不光你，就连本后也吃罪不起啊！
等他再生了皇子，圣上对他必将更加宠幸。到那时，该被逐出宫去的，先是妾身，然后就该是娘娘你了。你一见本后，总是危言耸听。你为何欲让本后做此等恶人呢？治恶必以恶治，娘娘不能手软呢。你看，高阳谋反之时，吴王克可曾招惹过谁？长孙大人还是力主除掉吴王克，圣上也跟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除患勿尽。娘娘连这都看不出来吗？好吧，容本后想一想。你请回吧。妾身的身家性命，就拜托娘娘了。你看这个萧妃，过去多狂妄，可人到了自危之时，也不得不低三下四了。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。儿子没争上太子，这个当娘的又失了宠，我都替他着急呀。不过，萧妃的那些话，女儿不可不听啊。难道母亲也让女儿做个恶人？绝不可心慈手软。武媚娘有多少过错，暂且不论，就冲她天天缠着圣上，女儿也要速速决断，一定要把她给逐出宫去。看来，女儿只好再做一次恶人了。执事大人来了，恕武媚娘失迎之罪。武媚娘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媚娘有做的不到之处，请执事大人见谅。本官上次教训于你的事情，你都做到了吗？回执事大人的话，自上次执事大人来过之后，媚娘每日必至皇后宫外叩安，从未懈怠过。朝堂之上曾议过立你为昭仪，众相臣一致反对，圣上也不得不罢议。听说你对此事满腹怨言，口出不逊呢。执事大人言之差矣。立昭仪之事，媚娘并不知晓，也从未问过圣上。媚娘说过，此生得以重见天日，已经是几辈子的造化了。媚娘绝不敢有任何微词，一定是执事大人听差了。别跟本官胡言巧辩，本官此来是要教训于你的。是皇后娘娘令执事大人来教训于媚娘的吗？皇后娘娘乃后宫之主，教训你又有何妨？媚娘若有不到之处，让执事大人教训一番，自然是应该的。但媚娘自认为律己以严，静候以谨，奉圣以公，没有可以指摘之处。
我跟你明说吧，你自恃圣宠，傲行后宫，目无尊长，恶名昭彰。娘娘命你闭门思过，每日3省，隔3日诉与本官一次，你听清楚了吗？执事大人吩咐，媚娘照办就是。你若是遇事，即以此谦恭之态对之，以后会少很多麻烦。媚娘知道执事大人是在例行公事，媚娘受执事大人点拨，无以为报。这样吧，媚娘这有一件圣上所赐的玉丸，执事大人若是喜欢，就拿去吧，算是媚娘的一点谢意。圣上赐给你的？不是圣上所赐，媚娘何来此物啊？媚娘有几句话，不知执事大人愿不愿意听听？本官既受媚娘恩惠，当然愿意听了。媚娘知道自己人微言轻，可媚娘每日侍奉的是皇上陛下，要是有些话让媚娘不得不说与皇上时，我想执事大人该知道轻重吧。你要在圣上那里状告本官？媚娘不想状告任何人，可执事大人你得这么想，后宫嫔妃哪个不想得宠，哪个不想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？可圣上只有一个，后位只有一个，不是谁想争就能争得到手的，也不是谁想排斥他人就能够集宠于一身的。争来斗去的结果就是伤及他人，而被排斥之人总有一个说话的机会，甚至会有昔日在人之下，隔日既在人之上的时候。得恩则报，得仇则雪。媚娘亦是如此。真到了那个时候，只要媚娘一息尚存，压之愈重，报之愈烈。媚娘也2次入宫，早已是再生之人，此命不得重生，必携怨于地下。那时捎带上何人一起去阴曹地府去逛逛，也未可知。没想到媚娘已将后宫之事解得如此明白。本官不过是行分内职责，媚娘切莫见怪于本官呐。日后你若是真拜了昭仪，说不定还要再生个淑妃、德妃什么的，可别因为本官教训过你，到那时跟本官过不去呀。怎么会呢？执事大人不是为媚娘好吗？其实本官心里明白，皇后娘娘撺掇皇上把你从感业寺接回来，本来是为了对付萧淑妃的。可你一回来，皇上是不去萧淑妃那儿了，可娘娘那儿呢，就连皇上的影儿也见不着了。皇后娘娘心里能舒服吗？你这儿呢，一个劲儿给皇上生皇子，皇上也是出了朝堂就在你这儿，娘娘心里得是什么滋味儿？她跟你这上点脾气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不会的，皇后娘娘对我有恩，我会知恩必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其实宫里的人都暗地里说你好呢。媚娘无恩于宫中诸人，说我什么好？你想啊，萧淑妃以前也得过宠，她一得宠，后宫里的人就倒霉了。那位娘娘太厉害，根本不把宫女们当人。光因为她，多少人挨过罚，多少人被逐出宫去。可媚娘你呢，得宠于圣上而施惠于下人，
也就是两位娘娘跟你过不去，底下的人都盼着你做后宫之主，那大家肯定会有好日子过。执事大人，快快住口，这可不是能说着玩的事情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的，本官会知会于你的。谢执事大人。陛下，陛下要行养民新政，老臣有所不明，请陛下点拨一二。舅父大人何事不明啊？陛下下诏养民，老臣不明白，难道在此之前一直在伤民吗？舅父大人此话到底是何意啊？自高祖开国至先帝辞世，我大唐已有天下30余年，养民既是国策，国策既是养民。而今陛下欲行新政，并将其冠以养民之名，那不是说先帝那时并未真正养民吗？如此说来，天下将不知如何看待先帝这位明君圣主了。朕下诏养民，即是继先帝治国之策，生民得以自养，将更念先帝之德。难道朕下此诏有何不妥吗？既然陛下所行之新政与先帝治国之策相同，何必冠以此名呢？老臣斗胆直言，所谓养民新政，颇具哗众取宠之嫌，因此老臣恳请陛下收回成命，不必待谈新政之说，只需将先帝治国之策冠于当朝，则民必得其养，国必得其安，朝必得以稳，陛下也必将成为新一代明君圣主。老臣恳请陛下三思。陛下，臣以为长孙大人言辞恳切，入情入理。臣也认为冠新政以养民之名十分不妥，请陛下三思。臣等附议。其他爱卿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以为跟随先帝多年之老臣，臣以为陛下现在将欲推行之新政不同于先帝朝，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大唐自开朝至今，国策虽不离养民，但并非冠居首要。臣以为今日之时，养民之策应为重中之重，故而臣以为冠新政以养民之名十分贴切，并无不妥。许大人，请问你现在官居何职啊？下官现在所任，长孙大人自然知晓。长孙大人有何高论，欲指点于下官，请直言。老夫记得你原是礼部尚书，但现为弘文馆学士吧。你是先帝朝老臣，先帝朝时就已位列朝首。当今圣上做太子监国时，就准你同知机要。可几十年下来，你为何屡遭贬黜？个中缘由，我想不必在朝堂之上说明了吧？下官2次作罪遭贬，早已深悔于心，并立志将功补过，报当今圣上再造之恩。长孙大人现在提起这些旧事，倒是何意呀？我大唐朝堂竟如此无趣！现在我等6项正与圣上就国策议论，怕还轮不到你许大人说话吧？圣上有旨，令我等知无不言。长孙大人不让下官讲话，难道要逼圣上食言废诏不成？你竟敢在此朝堂之上离间老夫与圣上！此言差矣。
倒不如说长孙大人在离间我等与圣上更为妥当。许大人一直喜好标新立异，不循章矩。当年满朝痛击文德皇后，别人只敢悲，而许大人独敢笑。嫁你于蛮酋，别人不敢嫁，你敢嫁。蛮酋的金银宝丸，别人不敢收，你敢收。你许大人就是敢与他人不同，就是敢视朝规如物。不然的话，你为何屡遭贬黜？不然的话，老夫的朝位早该是你的了吧？还不回班？诸位爱卿，我大唐朝廷如何成了这副模样啊？先帝在时，朕亦在先帝之侧听政于朝堂，可从未见过朝上有如此争吵，成何体统？难道你们还当朕是小孩子不成吗？老臣直言，恳请陛下加纳。不议了，不议了，退朝。陛下，切不可过于烦劳，圣公要紧。不行啊，朕的新政要拿出来让众臣朝议，朕得仔细看看，不能有些许疏漏啊。陛下的养民新政，媚娘已奉旨熟读，条例清晰，收放自如，体怀民意，恩泽天下。将来颁行于世，百姓必定为之雀跃。不行，还是要细看呐。本来那些朝首之臣对此新政就颇有微词，条例若有失当之处，即会授人以柄，致使朝堂议决受阻。陛下，媚娘有些话，不知该不该讲。媚娘是朕的知音知己，有何不能讲？媚娘以为，陛下继位以来，是否有些宽仁有余，而决断不足？你是想教训于朕呢？媚娘不敢，但媚娘侍奉先帝10几年，亲眼所见先帝之所为，无论治国还是御臣，无论何藩还是禁边，都是以己身之不便而应身外之万变。若说监听纳谏，有魏征大人可证；若说博采众长，有防谋杜断可证。可若说乾纲独断，古来帝王无人可比之于先帝。陛下要追随先帝，为何不处处以先帝为范呢？只要陛下在朝堂之上显出先帝之风，朝堂众臣自会服帖。请陛下三思。你若是个男儿，也必定是个雄雌庭辩、鼎立朝堂之人呐。媚娘自知是女儿身，故而只有在蒙宠之时进言了。自今日起，朕准你对朝政知无不言。谢陛下。陛下既已将李基大人召回朝堂，何不让李大人助陛下一臂之力呢？魏公公，圣上召老臣何事啊？
这老奴不敢妄言。不过李大人今日为何没上朝啊？老夫在家研读圣上的养民心策，尚未谙熟，故不敢面君议论呐。哎，你呀，可把皇上急坏了。这么大个朝堂里头，皇上愿意说说心里话的，也就剩李大人你了。说说心里话，可不，皇上想做的事儿，连长孙大人都跟他拧着劲儿。您说，皇上心里能痛快吗？老臣知晓一二了。哦，烦魏公公请下圣上，我在这等着。李大人稍等，我去请皇上。李大人来了，不必拘礼，请坐，请坐。谢陛下坐。李大人，在这朝堂之上，你应该做众臣的主心骨啊。老臣不敢妄自尊大，何事需老臣效力？请陛下明示。朕继位之初，一心欲效先帝之所为，只求君臣一心，故我大唐基业，养我天下子民。可你看看现在朝堂之上，朕出一言，即有命臣谏止，似乎朕之所言皆汝口之语。真是让朕感到处处掣肘啊！老臣以为，自古君臣有别。君既是君，臣既是臣。若臣下眼中目无君王，此臣则为欺君之臣；反之，若君王为臣之言视听，无乾纲独断之气，此君即为唯诺之君。以老臣之见，陛下要做一个像先帝那样的明君，故而于朝堂之上，既应一言九鼎。故命辅臣之言，陛下认为可用即听，不可用即可不听。可先帝托付给朕的顾命辅臣，朕不能不顾啊。先帝将陛下托付于顾命之臣，乃历代先主之行力，乃因初继位之君多年幼，尚未熟谙国事，故而以德高望重之臣辅之。而今陛下业已是青壮之年，应显英才于朝堂，施隆恩于天下，正是挥洒自如之时，不必中理多思。所以老臣以为，陛下必须乾纲独断，朝堂之上应一言九鼎，无需听命于他人。老臣愿助陛下理顺我大唐朝堂君臣之序。长孙大人，圣上今天是怎么了？是，圣上自继位以来，朝堂之上都是君早臣迟。今日似乎有些异样啊！二位大人多虑了。圣上临朝如龙在云端，何隐何显，地下的凡夫只能观之，不可猜之。二位大人就耐心的等等吧。皇上驾到！臣等恭请陛下圣安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宣旨。我大唐自开朝以来，先帝未治隋乱疮痍，殚精竭虑，寝食未安，得以天下安平，民称盛世。本当平而后治，
安尔后强，无奈红叶未尽，中道崩殂。朕自继位以来，朝策夕惕，为勤为谨，继先帝之宏业，求黎民之富足。值此承先启后之际，朕将厉行养民之国策。凡是利于养民者，朕则倡之；凡不利于养民者，朕则弃之。我朝重卿皆须深会朕意，此欲其养民新政之条律，即日颁行天下。各部守臣及各州刺史，皆应以此条律为行事之范。今后官员升降之处，亦以此条律为衡量之则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李基遵旨。诸位大人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老臣遵旨。臣等遵旨。再宣。后宫武士，疏惠聪颖，为德为贤，上礼上勤，承宠不骄，恭省洁身，严掩地脉，深得朕心。朕册立其为昭仪，位在后妃之末。钦此。诸位爱卿，奉旨尽职吧。退朝。退朝。长孙大人，你不挪步，大家谁都不敢走啊。李大人，您先请。慢点，慢点儿，这往那边放，放这边儿，手脚轻慢点儿，留神碰坏了东西。是。我这儿带来的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，都是一些日常用的，不必过分小心。昭仪宫那边我都安排好了。昭仪娘娘，请挪贵步吧。妾身武媚娘恭请皇后娘娘议安。这就走了？是娘娘。妾身正要去向娘娘拜别呢。你这屋子里都搬空了，我那儿也没见着你人影啊。请娘娘恕媚娘失仪之罪。看来本后真是小看你了，一个侍奉过先帝的才人，出家做了尼姑，身在青灯之下，居然还能拢住圣上的心。而今摇身一变，已是我大唐昭仪，你可真是为所欲为啊！皇后娘娘对妾身有再造之恩，媚娘
没齿不忘。这些虚话就不必说了，说了本后也不信。不管娘娘信不信，媚娘说的全是心里话。媚娘虽搬出娘娘这里，但以后仍会按娘娘的吩咐行事，请娘娘放心。那好，本后就以后宫之主之尊，嘱你8个字：谨言慎行，收行廉止。听得懂本后之言吗？娘娘的话，妾身记住了。看来你们都是嘴勤手勤之人呢。刚才本后对武昭仪所言，你们都有份儿。昭仪娘娘，可别往心里去啊！这才开了个头，恐怕厉害的还在后头呢。昭仪娘娘，您是不是该跟圣上说上几句了？不必，让圣上为难的事，我是一件都不会做的。到底还是让他当上昭仪。圣上金口玉言呢，谁拦得住？我那么苦口婆心的劝皇后娘娘，她就是不听啊。您是娘娘的母亲，您可一定得多劝劝她呀。你又在这儿说疯话，你又能有什么好主意？臣妾恭候娘娘多时了。姐姐一脸愠色，这是上哪儿了？本后去武昭仪那儿了。莫非娘娘跟她？本后要当面训诫于她。娘娘糊涂啊！你那哪叫当面训诫，分明是启尊下临，也太长她威风了。不过是个小小的昭仪，未仅在9品之内，怕他什么？哼！如今圣上一张口，她就从一个无名无分的女婢成了昭仪。哪天圣上高兴再开了口，她就说不定会是什么呢？娘娘怎么就不想想？难道圣上还能把本后废了，立他不成？那个武昭仪临宠不惊，处之泰然，一看就知道是股祸水。她原先只是一缕涓流，不续即合，可娘娘不往心里去呀。眼看着如今已状若奔兮，立即破堤引泻，尚可除之。若是将来势猛如虹，那我等接连灭顶之灾呀！娘娘不可不防。防？你让本后如何防？现在您是后宫之主，圣上在朝堂上处置大臣是按律例，而娘娘在后宫处置嫔妃可以按家法。既然是按家法，手上紧一紧松一松的事儿，就全凭娘娘一张嘴了。事后就是圣上知道了，又能把娘娘怎么样啊？恶人全让我当了，你只落个动动嘴啊！妾身可是替娘娘日后着想啊！妾身不是跟娘娘说过了吗？只要后宫之位得以安稳，日后娘娘想怎么处置妾身，全凭娘娘臆断。可现在将此股祸水清出宫去，乃是当务之急呀！好了好了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娘娘都听见了。小妃，请回吧。你让我们清静清静。既然娘娘知晓妾身的意思，妾身就此告辞。妾身一家4口的性命，就全交在娘娘手中了，请娘娘务必深思。
这个萧妃，说的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他说的不错。请娘娘止步，皇上正在批奏章，容老奴通报一声。闪开！你这是闯宫呢，怎么一点礼数都不顾啊？臣妾心急如焚，顾不得这么多，请陛下恕罪。既然进来了，就说说吧，何事令你心急如焚呢？臣妾有一担心，望陛下予以明示。娘娘担心什么？但说无妨。武昭仪今日得封，乃陛下博施隆恩，但宫中传言四起，说陛下要将武媚娘取臣妾而代之，臣妾心实不安，故请陛下予以明示。你呀，天天心里想的就是这个名啊位呀，你就不能替朕的朝政操操心吗？朝政之事全凭陛下一言九鼎，后宫不得干政，乃是阻力。臣妾若是过问一二，那可是触犯了宫禁之律啊。那你操心一下朕宫是否为和，也算是分内之事啊。陛下一下朝，不是在寝宫忙碌，就是在武昭仪那里。臣妾想操心，也找不到陛下您的人呢。好了好了，你就明说吧。你夜闯寝宫，想让朕对你明示什么？请陛下答应臣妾，日后昭仪升进，与后位无干。朕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朕对武媚娘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把你废了，让她做皇后。说明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陛下还未做东宫之主时，臣妾就是太宗皇帝钦点的晋王妃。陛下入主东宫，臣妾又是太宗皇帝钦点的太子妃。而今陛下登基，臣妾承陛下之恩泽，荣登后宫之主之位。臣妾一直暗暗告诫自己，圣上之恩，臣妾一定要没齿不忘。虽说陛下之恩宠，久而未施于臣妾之身，但臣妾却无失仪触虑之过。就算臣妾未能给陛下承言血脉，那臣妾也是陛下的结发之妻呀。所以刚才臣妾恳请陛下明示之事，并非过分之情。臣妾求求陛下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朕封武媚娘为昭仪，竟招出你这么多话。你既无过，朕为何要废你？朕不成了昏君了吗？陛下真无此意。笑话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这就是我大唐后宫之主啊！河北株洲县水患日甚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已有数个州县长吏告急于朝廷，切望陛下垂恩，开仓放赈，救黎民于水火。柳爱卿，臣在。郝爱卿所奏河北受灾渚州县，可是归你所管？回陛下，正是微臣。这本奏表上所说的灾情，是否皆为实情？回陛下，好相做事从来严谨，
臣想其所奏之事，定实不虚。那你是从郝爱卿为人来断此奏呢，还是以各州县灾情所断呢？微臣深知郝相为人，因深知其为人而断其所奏虚实者，应该是朕而不是你。微臣失言，望陛下恕罪。也就是说，郝爱卿所奏之事你并不清楚。微臣委实不清楚。那就奇怪了，这几个州县归你所管，赈灾济民又是我朝养民新政诸事之重，而灾情灾民之状，你却不如郝爱卿清楚。朕不禁要问问你，你这个朝首之相每天所为何事啊？微臣知罪，但微臣深知，受灾各州县之长吏，皆为我朝精选良臣，熟知民情，志计匪安。有这些长吏在彼主事，灾情必止，声名必安。故而臣心有懈怠，望陛下治罪。哼，全是托词。难道在我大唐朝堂之上，朕每日听臣下对朕说的，就是这样一些不着边际之词吗？陛下，老臣以为柳大人并无过错。如何无过？先帝有言：“为相者约束下属之僚，乃为守职之事。至于下属所为之事，为相者无需事必躬亲。”方才郝大人所奏，受灾各州县之长吏，经柳大人择选而任者，十有八九。作为朝首之相，其守责已尽，其他诸事皆由长吏为之即可，朝臣不必亲力。望陛下不要责怪柳大人。依舅父之言，朕还需赏赐柳爱卿了。老臣并无此意，老臣只是说，柳相择贤而任，其分内之事并无闪失。且灾变乃由上天所降，并非柳相失职所致。以此而责重臣，恐怕今后朝堂之上无人敢应倚重之职了，请陛下三思。舅父大人，若是此事出在其他臣僚身上，舅父大人也做如此之说吗？老臣心底无私，请陛下明察。朱爱卿，还有为柳爱卿申辩的吗？陛下，老臣以为，我朝进行养民新政，就应依陛下所颁之条例行事。条例中已有明文：朝官司职须上通下贯，对所思之事须知其然，然后知其所以然。以此论之，陛下责柳大人失职，并不过分。柳大人，方才李大人所言在第几条啊？微臣不知。你身为朝首之臣，却对朕的旨意充耳不闻，新政条文你竟看也不看。若满朝公卿皆如你所为，我大唐朝廷会是个什么样的朝廷啊？陛下，微臣知罪，愿陛下严治。传朕3条口谕：一，行养民之时，开仓放赈，若路有恶殍，即拿该地长吏试问；二，凡立水患之州县，免除市岁及来年税赋；三，在此新政推行之时，
柳氏身为朝首之臣，众位失职，本当重责。朕念其为皇后之舅父，并有长孙大人为其身辩，朕即从轻责处，命柳氏即刻赴随州上任，身体力行养民新政之国策。其朝中之职，即由许敬宗代尔为之。众爱卿，奉旨尽职吧。臣等遵旨。果然是钱刚独断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舅父遭贬随州，这朝堂之上就没了梁柱了。难道圣上要跟本后过不去，先拿舅父开刀？这会不会是那个武昭仪的主意？不会这么快吧？此事确因微臣有过，娘娘不必怀疑他人。待微臣在随州任上创下志绩，说不定圣上还会召微臣返朝。哪有此等好事？你就等着一贬再贬吧。待本后见到圣上，一定要问个清楚。皇后娘娘，万万不可！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就是搅他个天翻地覆，也强似这样坐以待毙。娘娘，听微臣一言。微臣离朝事小，娘娘守公事大，切不可因微臣遭贬而使娘娘名位受损呐。咱这一家人能有今日，已是齐天之福了，一定要保住啊！只要娘娘安坐后宫，微臣就有返朝之日，娘娘切记呀！姐姐，娘娘，微臣上任有期，不敢久留，告辞。